女宋时欢入殿觐见。重生了。重生在10岁那年，与太子滴血认亲之后，我本是流落江湖的东宫嫡女。10岁那年与太子滴血认亲之后，我以为会得到亲戚，不曾想，就因为我在乡下长大，就算回了东宫，也是被当成贱婢，受了整整10年欺凌。我宋希言才是东宫的掌上明珠，凭你一个乡下的野丫头，也妄想跟我争宠？我只是想有一个家，从未想过与你争宠。这些年我隐身幕后为你做了那么多的实话，让你名满京城，难道这些还不够证明吗？你出身卑贱，怎敢以东宫为家？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找大师去算过命，希言是天下第一贵女，东宫的福星，而你天生灾星，能够陪着希言写诗作画，受她鞭策，已是你莫大的福分了。这福气给你，你要吗？宋延正，这些年我替东宫出谋划策，你和父王的妃子才坐得稳，你们也是。明日父王登基，多谢你的出谋划策呀。那作为答谢，我就代替父王送你上路。看着，希言最讨厌他那张脸了，划花了再上。拖下去。死了还会弄脏胡事，真是个孽障！我这一生真是个笑话。清平，帮我把他捞上来。殿下，你这样做会得罪东宫的。我本就是东宫的眼中钉，得罪又如何？若有来世，换个活法。东宫嫡女宋时欢入殿觐见。小主子，让奴婢伺候您更衣吧，您不能穿成这样进宫觐见啊！上一世我就是穿着宋希言的这身宫衣，苦苦哀求，才勉强入住东宫，惜才一世。这一世宋时欢换个活法。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是啊，为何不更衣？皇家脸面岂能任你折辱？那衣裳太大了，我穿不了。希言的衣服就算你穿得了，你也不配穿。当初我若是只生得希言一个，便不会难产坏了身子，这么多年缠绵病榻。你就是个灾星。父皇，并非儿臣无情，只是这孩子命格怕是和东宫相克，万万不能搬进东宫。皇爷爷，虽然2滴血相融，但他毕竟在外流落10年，身上是否沾染恶习尚未可知，不如把他养在皇觉寺里。皇觉寺，这皇觉寺可是关押皇室罪人的地方啊！宋时欢，太子一家如此指责，你为何不开口辩驳？我不想搬入东宫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不抢人所难。我不想损了东宫的运道。哦，你读过书？我只是读过书。上辈子我替宋延宗出了多少策略，替宋希言写了多少文章，只怕他们都不敢细数。不过托他们的福，我也知晓了皇上的过往。不过在外面没饭吃的时候，我就会偷偷爬上私塾的院墙，偷听父子授课，听得入迷，便忘记饿了。好，好啊！
皇上是农民出身打天下，当年食不果腹之时，也是这样费尽心思读书的。这次啊，东宫啊，怕是丢了一个宝贝。哎，10年了，孩子过得真是太苦了。皇爷爷，孙女这些年流落在外，未能承欢膝下，求皇爷爷宽恕孙女的不孝之罪。何罪之有啊？是皇家亏欠了你呀！太子一家对这孩子恶语相向，这孩子眼里却未有丝毫仇恨，明显是个至纯至善的好孩子。不愧是我的后辈，像我。皇爷爷许给你一个心愿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皇爷爷，孙女既不愿入东宫，也不愿入皇觉寺。恳求皇爷爷应允，让孙女换个父亲。让孙女换个父亲。啊！换父亲？父皇，此子目无尊长，留在宫里必成祸患。父皇，儿媳10月怀胎，分娩时险些丧了性命，如今她却要认别人为父，儿媳宁愿郑重一死了之。程月，太子妃娘娘，太子殿下，我若是求皇爷爷允我入东宫，你们愿意吗？想来你们是不愿意的，那我就该去皇觉寺吗？我穿的破，身上脏，是因为没钱买衣裳。但是纵然如此，我也未曾走过歪路，怨恨过任何人。难道就因为我身上流着您和太子的血，又流落江湖，我就该像罪人一样被关进皇觉寺吗？你敢质疑上卿，可是要治罪。大胆！我看谁敢治他的罪！太子妃，我知道你怀胎10月，生产不易，可孩子何错之有？他在江湖苦了10年，们亏待了他。父皇，太子妃确实言语有失，可这孩子确实……住口！你不让他回东宫，你不让他寻求庇护，难道逼着他去皇觉寺吗？你给我听清楚，他也是朕的血脉。父皇恕罪，儿臣知错，儿臣这就带着孩子回东宫。宋振山重视亲情，最怕骨肉相残。太子对亲生血脉都如此狠毒，宋振山岂会不怒？又岂会让我再回东宫？你觉得我敢把孩子交到你手里吗？阿怀啊，这是朕的4子齐王，育有1女。这是朕的3子楚王，育有1子1女。这位是……你这宋月，总算抓到你了！哎呦，宋月，朝堂之上，你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阿欢，这是朕的长子秦王，至今未婚。阿欢呀，君无戏言，就从他们2位中选择一个，任情过继啊！大名鼎鼎的纨绔王爷，你们又见面了。皇爷爷，孙女选他。宋时欢，你敢选秦王为父？世人皆说皇上以人后所生的秦王是无德纨绔，但前世我被东宫残害之时，只有他对我怀有一分怜惜。莫神喜，若有来世，换个活法。太子本就视他为肉中刺，一旦太子登基，他也会被立刻处死。我和他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这个孽障果然是来克我的，能把太子气成这样，收下个孩子也不亏啊！哎呀，二弟，你看啊，我这膝下无子，你刚好又不喜欢这个孩子，不如就让他认我当爹，
这不两全其美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就不。阿欢啊，你确定要选他？他是元后生的嫡子，又在前世对我有恩。这一世我想换个活法，他是最好的选择。皇爷爷，是你确定？好，从今日起，阿欢便是秦王的嫡女，赐福安郡主。参见福安郡主。我这个父还真当得起纨绔之女，玩蛐蛐、斗鸡、听戏和花酒，除了一个老管家和嬷嬷，满府上下连个亲信都没有。再不把他这些毛病给改了，我这个郡主也当不了多久。阿欢，我这个闺女居然这么厉害，我没得罪过她吧？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阿欢，父王要出趟门，晚上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。父王等一下，父王，难道斗蛐蛐比阿欢还重要吗？这郡主，你去哄哄她吧，改天再约。哎呀，阿欢，不哭啊！你在父王心里比这蛐蛐重要100倍1000倍呢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昨天我想看蛐蛐，嬷嬷就拦着我说这是您最宝贝的东西，不要任何人碰。哎呀，阿欢，不哭啊！嬷嬷，快！王爷，把这蛐蛐给我扔了。好嘞，我马上去扔。阿欢，把蛐蛐扔了，不哭了，好不好啊？来，起来。不止蛐蛐，还有斗鸡，还有花酒呢。啊？这我知道，天斗几日，父王是因为这些才不来看我的。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都不喜欢我，难道父王也不喜欢我吗？我就是个没人喜欢的孩子。阿欢，不是这样的，父王最喜欢你了。管家来了，快去把府里的那些酒都给砸了，还有那个斗鸡给宰了，给郡主炖汤喝。啊！把斗鸡宰了。哎，明白了。好了啊，阿欢，那个咱把酒都砸了，鸡也宰了，咱炖汤喝。哎，好了，最乖了，不哭阿欢，不哭了哦。嬷嬷，这个是父王，您看，这是阿欢特意用您的斗鸡炖出来的汤。什么？这是我的斗鸡？对啊，父王，您快尝尝，真的非常香。来人，上酒！今日我要一醉方休。父王，上什么酒啊？您早上不是让管家把酒都给砸了吗？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但是管家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就没让他做，我自己派人全都砸了。你把酒砸了，你也把酒砸了，啊！全部每一个酒罐都砸了，一滴都没剩。王爷，皇后身边的陈公公来了，请您和郡主即刻进宫用膳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老子也得先把这只鸡吃了再去。这只斗鸡战功赫赫，为本王在战场上杀鸡无数，却葬身于此啊！阿欢，你替本王多吃点啊！好，
好了，父王，你也别太伤心，毕竟你做的斗鸡最后一个埋身之处就是茅坑。父王，你也快吃，别就盯着我看。我也吃。无故加之而不怒，季后有这样的心思，本人怕是更不简单。请他进宫用膳，还得求着他不成？竟让这一桌子人等这么久。皇上，这玉儿定是有要事在身，耽误了时辰。他能有什么要事啊？这是在外面鬼混，他都快把咱们皇家的名声都给败光了。哎，说来说去又是这几句，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！改变你我的命运，从今天开始。秦王到。哎呦，哎，欢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！父皇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吓唬孩子干什么呀？欢，刚才皇爷爷手滑了。皇上何曾对其他孙辈这般怜爱，灵儿失策呀？玉儿，你父皇也是等你等得着急了，你别生气。哎，快坐。今日是本宫想瞧瞧孩子，阿欢，到皇祖母这儿来。好吧，坐。坐这儿。哎呀，乖孩子，前几日的事情，皇祖母可是都听说了，我已经把他们几个都骂了一顿。你呀，是他们嫡亲的血脉，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哎呀，皇后这话可说错了吧？阿欢是我的孩子，跟东宫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毕竟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嘛，你是要生生的切断这情分吗？本来就没有什么情分可言。哎呀，够了！这么多人等你这么久，还敢口出狂言？我有何？皇爷爷，是阿欢不对，父王为了哄阿欢，把府里的大公鸡全炖了。要不是因为陪着阿欢吃鸡，父王是不会来玩的。是不是皇爷爷耳朵背了？你说他秦王府里那几个宝贝大公鸡给炖了？对，就是那个大公鸡，父王还认他了蛐蛐，还把酒全都砸了。这纨绔儿子竟然转性了！欢儿啊，那几只大公鸡你们都吃完了吗？没有，阿欢和父王都实在吃不下了。好，来人，在。把秦王府剩下的鸡肉端来热热，朕也要吃。是。不愧是秦王府的斗鸡呀，这味道真是一绝呀！好喝，快，接着吃。阿欢，坐皇祖母旁边好不好？哎呀，他认生，坐我这儿就行。皇上，我瞧着玉儿有了阿欢，倒也有了几分当爹的样子了。这混账羔子，总算是有长进了。就是可惜了，若是玉儿早些年成婚生子，也不至于荒废这么多年。
我是真想不明白，你说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坏事还一点都不心虚，还能主动提起呢？够了！怎么能在这儿责骂母后？眼里还有朕这个父皇吗？那你眼里还有过我这个儿子吗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再说一遍怎么了？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！孽子！皇上，不要打玉儿！让我看看。皇上，是臣妾错了，臣妾以后再也不提及了。不要帮着他说话！我大齐国一向以孝治国，没想到竟然养出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！我忤逆不孝，我今天就忤逆不孝给你看看！你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您没事吧？宋玉，我宋玉，你个畜生！我宋玉就是个畜生，我还是个忤逆不孝的畜生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！吓傻了吧？早就跟你说过，选秦王当爹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大哥和他多什么嘴啊？吓傻了才好呢。秦王本就是个傻子，他要是也傻了，正好凑成一对父女。打本对太监使了12分的力气，说这样打下去，父王会被打残的。宋世欢，看到了吗？你选的爹正在挨打，而我的父王却在宫里陪着皇上，这就是你们的命。命，我不皇欢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阿欢，怎么了？阿欢怎么了？阿欢被打了一板子，快叫太医，快啊！快传梅太医！快传梅太医！阿欢，让爷爷看看。如何？打得这么重，这是往死里打呀！秦王殿下伤的也挺重的，皇上，他们两个必须立刻救治，否则会有生命之忧啊！快，带他们到侧殿救助。是。皇后，这两个行刑的太监，好像是你宫里。皇上，臣妾也不知道他们会伤得这么重，此事和臣妾无关。无关？哼，有关系。你心里明白，倘若你管不好你宫里的人，朕替你管。皇上明鉴呢？这玉儿是姐姐唯一的骨血，臣妾看得比灵儿还要重要。皇上要是不相信，臣妾可以对着姐姐的灵位发誓。哼！来人，将这两个太监拉出去杖毙！不要！皇上，饶命啊！娘娘救我呀！娘娘！哼！皇上！真是愚蠢！当着你父皇的面对秦王下黑手，你是想找死吗？
母后息怒。往常以宋玉的性子，板子打得再重，也只会强忍。这次若不是宋世欢横插一脚，我们本可以让他悄然残废，再无威胁。好好的一步棋，就这样被那个孽障给毁了。你没看出来，你父皇很喜欢他吗？区区一个孩子罢了，养在东宫便是，何苦要白白送给宋玉？大师说的没错，他是个灾星，不配住在东宫。下去吧，他的事先不说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，本宫算计宋玉，让他成不了婚这事，绝对不能让你父皇知道，否则不止本宫的后位不稳，就连你的太子之位也保不住。皇上，孩子怎么样了？郡主醒了。皇上既然知晓，何不亲自去看一看？皇上，郡主本就瘦小，又挨了那么重的板子，臣建议郡主在侧殿养伤，以免伤情加重。梅之礼，我把阿欢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把他治好啊！臣遵旨。吴起，你说阿欢会不会觉得朕心狠？皇上，郡主是皇上您的血脉，自然会敬着您的。那秦王呢？刚才秦王让朕给阿欢叫御医时，朕心慌得厉害。元后在世的时候最是护短，他若知道朕打了他的儿子和孙女，朕怕是要被赶下床了。皇上，走，去瞧瞧他们去。是。阿欢，怎么样？还疼不疼了？父王，我没事，一点也不疼。都这样了还说没事？来，赶紧把药给喝了，把药吃了啊！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吃。皇上在外面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啊！听话，把药喝了。父王，我现在一闭眼就想起那两个人使劲挥板子打你的画面，我好害怕。你习惯就好了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有你皇祖母在，你父皇就会被打个半死。哎呀，早晚有一天呢，你父王得被他们活活给打死。父王，你可真是太上当。父王，你根本没有用力推皇祖母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跟皇爷爷解释呢？我才懒得跟他解释，跟他解释他也不听。有这闲工夫，我还不如赶紧把板子挨了，恢复听曲儿去。皇爷爷不听，阿欢听。无论如何，你要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用力推皇祖母？人小鬼大，你听这个干什么？如果你推了皇祖母，就是坏人了。阿欢不希望父王是坏人。没有，本王绝对没有用力推你皇祖母，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，我只是不想让他挡在本王和你皇爷爷之间。那你说皇祖母在算计你，是骗人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之前的婚事就是被他算计搅黄的。我就知道父王是全天下最好的父王。就这样怎么够？我得再给徐子一个大礼。那你就听你最好父王的话，赶紧把药喝了啊！父王，皇祖母不是您的亲娘吗？为何如此待您？当然不是，本王的亲娘早就死了。
他不过只是个后母。怪不得呢。若是亲娘，肯定会真心护着孩子，就像阿欢一样，会给父王挡板子。你还敢提当板子的事儿啊？若是亲娘，肯定会真心护着孩子。去叫太子立刻入宫。是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大宴群臣，结党营私，太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明察，儿臣绝无结党营私之心。之所以宴请群臣，是因为西安说东宫的牡丹开得好，想请大家去看看的。为了一个孩子的一句话，你就敢大宴群臣？你把朕当什么了？这就是父皇平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为何今日突然发难？结党营私本就是重罪，今日用此由头将你责罚一顿。皇后当亲生的儿子受罚，你会有何反应？来人，把太子拖出去，狠狠的打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皇上，不救我！皇上不能打呀！皇上息怒，皇上！朕打自己的儿子，为何不能打？皇上，太子是储君，你要是打了他，会动摇国本的。动摇国本？你是在威胁朕吗？父皇，父皇，母后绝不敢威胁你，儿臣是您的嫡子，更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心啊！父皇，结党营私？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有性命担保，灵儿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皇上，还护着他，接着打！父皇，不要，儿臣绝对不敢了！就是做错。灵儿，叫太医，叫太医，快点传太医呀！灵儿！朕今天才明白，原来他对待咱们的儿子，并没有那么的好。王爷呀，下官千叮咛万嘱咐，您的伤要躺在床上静养，可您非要扶着墙去看太子挨打，这弄得伤口又裂开了吧？那可是宋灵被打，我能不去看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看了一小会儿。我数了，那宋灵只被打了27下，本王可是被打了28板子呢。这个老头就是偏心太子啊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混账羔子！皇上又来了。那太子可是一国储君呐。储君怎么了？当年我娘还揪过父皇耳朵呢。阿欢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，呛到了。阿欢，我跟你讲，父皇当年对我娘啊，可是一个言听计从，就连上朝他都带我。宋玉，父皇，皇上，你母后走的时候，你才2岁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梅之琳说的。梅之琳，你皇上，老臣要去给郡主配药了，先行告退。阿欢，皇爷爷，伤势如何了？孙女身子好多了，可是父王，你伤势如何呀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我是问你身上的伤什么时候能结痂，什么时候能走路？怎么这么快就想赶我回秦王府？我告诉你，这侧殿我还待不下去呢。现在收拾东西就走。好，滚！哎呀！阿欢，皇爷爷过几日再来看你，好好养病啊！哎，咱们走。皇上难得的几分愧疚就这样被浪费了。不过，我这个父王似乎胜券极浓啊。
立刻去把宋时欢接回东宫。母后，那孩子已经记在秦王名下了，真是糊涂。你们当真以为灵儿挨板子是因为她结党营私？若真是结党营私，这罪名岂是挨板子能解决的？所以皇爷爷有气，才替大伯和宋时欢出气。阿欢是吃过苦的孩子，皇上当年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，这难免见到他会格外怜惜。可这种时候，这一丁点儿的怜惜，结果就会千差万别。哎呀，可是母后，齐王待他是极好的，他也未必愿意回头。他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拿出待夕颜的一半好，对他说说软话，他还能记得你的仇不成？可是我……快去！是，儿媳明白了。你觉得那孩子跟夕颜比如何？阿欢必须回东宫。这才几日，宋玉就像变了个人，把那些阿杂物都给丢了。无论这孩子是聪明也好，愚钝也罢，都不能留在秦王府。阿欢，阿欢，啊，你真的不喜欢看画本子？喜欢看这？画本子有什么好看的？皇爷爷说过了，读史书能明理，就是有些地方我看不懂。父王，这个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打小就不爱去书房，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父王啊，怕给你解释错了，这样我去给你叫个夫子。不用请夫子了，母妃当年可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姐姐哪里不懂，问母妃便是。欢儿，身子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来之前，你爹特地叮嘱让我给你带根千年人参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史书晦涩，看不懂也是正常的。若你愿意，不如搬去东宫住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我都可以讲给你听啊。什么？搬到东宫住？你是来给我抢女儿的是吧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满京城谁人不知，秦王殿下最厌读书，最爱喝酒斗鸡。花儿这么好的读书苗子，难不成要荒废在秦王府？你胡说！我父王才不讨厌读书，这书上的内容不需要请教你，我父王本来就能教我。父王，你说对不对？当然了。好啊，那你给他讲啊！我刚才可是听见花儿提问了。你来之前，我本来就是要讲给他听的，被你打断了。我现在突然有事，回来再讲给他听。你看，他是会的。父皇，父皇，问你个问题，10万火急。哎，你先别看这个了，你慌什么呀？这句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别看我呀，这个不是你自小时书都不看，怎么这会儿问起父皇《史记》的问题了？没伤着脑子吧？哎呀，父皇，你赶紧给我讲讲吧，再晚闺女就要被人抢走了。
什么？这个故事啊，你看不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阿欢，父王，秦王还知道回来啊？给阿欢讲书的事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阿欢的事情，本王自然不会忘。阿欢，本王现在就给你讲，这个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的意思，就是讲人与人的感情的厚度，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。有些人相处一生，哎呀，还是陌生；但有些人啊，停车交谈，他便一见如故。这个后者就好比你与我第一次见面就有了父女之情，这前者就好比你与那东宫，纵然血缘至亲，相处一生，直到最后来啊，还是形同陌路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父王真厉害。你父王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问我，不必问外人。既如此，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。阿欢，我跟你妹妹明日再来。哼，阿欢，走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父王，这什么意思？父王，怎么还问我呀？阿欢呀，父王突然想起来，还有一个要事要处理。哎，这样，你在这等我，回来我就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哈。父王，纨绔这个帽子是时候该摘掉了。臣沈明文拜见皇上，拜见秦王殿下。长夜说明日还要再来，这根本就是贼心不死。本王再不努力，闺女就成别人家的了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天亮之前把这一页给本王讲明白了。哦，还有后面这几页，都给本王讲明白了。讲书给您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沈爱卿，不必惊奇，就按照秦王的要求给他讲吧。是。殿下，书里的这一句，我这个不学无术的爱子啊，难道是因为阿欢变了性子？太死心了！滚！夫君，答应回东宫了吗？父王，姐姐好像不喜欢我们，还让大伯把我们赶出来了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！我要进宫面见父皇，替你们讨回公道。殿下，莫要扯到伤口啊！这孩子怕是因为那日之事对我们有所隔阂。明日我再去试试吧。明日过去，把话问清楚，要死要活，让他自己选。好。父王，您该不会是看您的画本子看了一宿没睡吧？这个本王新得了2本好看的，一看便看入神了。哎，阿欢，今天怎么没看史书啊？快看啊！你不看我就白费功夫了。我这不在等父王给我讲吗？哦，嘿嘿，那个哪个不懂？哎，来，父皇给你讲啊。这个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哪句不会？父王真是太厉害了！阿欢一定要更加努力，多向父王学习。这就是满腹经纶的感觉吧？好爽啊！王爷、郡主，太子妃娘娘来了。阿欢，你在这好好看书，
父王，把他给撵出去。哎，父王，请他进来吧。傻父王，皇爷爷说不定在悄悄看着你。欢儿，今日可还有什么不懂的吗？太子妃娘娘，今日我已经没有看不懂的地方了。没有就算了。我今日来呢，是想问问你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，你要不要回东宫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若你愿意回东宫，你的吃穿用度将会和夕颜一样。弟妹，当年你们把阿欢送到皇觉寺，现在要把他带回东宫，怎么？一顿板子把脑子给打坏了？大哥，我才是欢儿的亲娘，亲娘带孩子回家天经地义，你没资格拦住。我不愿意去东宫。你可想好了？我宋时欢就是秦王的嫡长女，秦王就是我的父王。当时您和太子殿下对我百般厌恶，如今却让我搬回东宫，是不是我身上多了什么好东西？伶牙俐齿，冥顽不灵，你会后悔的。哎呀，哎呀呀，阿欢真棒啊！哎，嬷嬷，给阿欢倒水。哎呀，我的好闺女。郡主，我的父王比宋希言的父王强，对不对？哎，宋希言的父王会的，我父王也会；宋希言的父王不会的，我父王同样也会。我不太会呀。父王，啊，父王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阿欢，父王觉得其实你没必要跟宋希言比，在我心里，宋希言连你的小拇指都比不上。是宋希言非要和我比的。那日你挨板子的时候，宋希言说这就是我和他的差距。可是紧跟着他的父王也挨板子了，所以还是我的父王强。那是，太子怎么能跟你父王比呢？啊，他才挨了27个板子，你父王我挨了28个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他喝酒比不过我，斗蛐蛐也不行，哎，听曲的品味也不行。我的父王就是最厉害的。阿欢，你呢，先在这歇着，父皇出去再办点事儿。父皇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朕现在不想看见你。父皇，你能不能管管东宫那帮人，别让他们总在阿欢面前晃悠。腿长在他们身上，朕又管不着。再说了，那阿欢不是选择你了吗？父皇，哎，您竟然偷听我们说话，太过分了！那怎么叫偷听呢？那明明是朕恰巧路过嘛。我可是听某人夸下海口了啊，说比太子还厉害。那不是为了哄阿欢开心吗？你多大的？30多了，你瞧瞧你，一天哪儿有个正形啊？啊！你就算今天啊骗过去了，那阿欢如果有一天要你跟太子比较，你不还是屁也放不出来吗？我粗俗，堂堂天子说话如此粗俗。嗨，哎呀，不像某些人从来都没有过女儿。哎呀，自然不懂。阿欢就算想要天上的月亮，我也给他摘下来。滚！这太子妃毕竟也是阿欢的亲娘啊！啊，难道让朕拦着亲娘不让见亲闺女啊？看来朕是没想到你跟阿欢还真有父女缘分呢。阿欢自小没有娘亲，宋玲这个爹也不喜欢他，和我有什么区别呢？既然您不管，那我夸下的海口也不劳您费心了。哼！哎，哇，好惊人的天赋！
他给我讲的绝对都是林世田先生说的，但在我面前却记得丝毫不差。我好像真的可以望父成龙了。阿欢，听明白了吗？父王讲的非常清楚，阿欢一听就明白了。阿欢真聪明啊，那就好好学。王爷，皇上请您去正殿呢。请我？出事了？这奴才也不知，但应当是要紧的事。皇后娘娘和太子妃娘娘都来了，还有常夫人啊。常夫人？常夫人不是太子妃的嫂子吗？她来做甚？走，扶本王去瞧瞧。常夫人，这个面善心毒的京城第一大善人，突然跟个皇后和太子妃一起上门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郡主，我刚才去打听了一下，外面好像是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您的谣言。谣言？扶我去瞧瞧。父王不用怕，我自有办法。阿欢绝不是那样的孩子，本王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。本宫自然是相信阿欢的，可如今谣言四起，咱们总得先想个法子，先保住阿欢的名声。大哥，我们都是相信阿欢的，可外面的谣言称阿欢在外面流浪之时恃强凌弱，不光偷东西，还抢人吃食。这若是没有证据，阿欢的名声……本王的孩子需要什么证据？如果再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污蔑阿欢，本王大刑伺候。王爷不必如此，若是能找到与阿欢相熟之人，亦或者夫子来作证，此事自然便能了结。臣妇今日一听到谣言，便立刻赶来宫中。毕竟阿欢身上流着常家一半的血脉，臣妇也是心疼的。是啊，玉儿，本宫觉得尝试这个法子就不错。若是像你说的大刑伺候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？本王不在意什么名声。你够了！既然是阿欢的事，就把他叫来问问清楚再说。皇上，福安郡主求见。看看，他都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阿欢，你的身子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好孩子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回皇祖母，孙女身子已经好很多了，也多谢常夫人挂怀。娘娘说的没错，这个孩子果然是铁了心要疏远东宫。阿欢呀，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方才父王是在替我说话，才好在把房顶都快掀翻了吧？本来就没有的事，你不在家好好休息，跑这里来作甚？果然父王对我最好。默默，扶郡主到榻上休息。宋玉脾气向来一点就着，被我们坑得吃了不少亏。如今在宋时欢面前，竟这么轻易的就被顺毛了。阿欢呀，皇爷爷呢，想问问你的意见，是否像常氏所说的那样，找些熟人自证？皇爷爷，孙女有一事不明，既然是谣言，为何不让那些坏人拿出证据，反而让我自证呢？我父王说的对，该先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，若是拿得出证据，孙女认罚；若是拿不出证据，该受罚的是他。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得，有的人生来就该被捧到天上，有的人生来就该被踩在泥里。这在泥里的呀，就该有自知之明。看我怎么揭开你的假面目！阿欢此言颇有道理。
方才我听常夫人说，可以寻跟我相熟之人，亦或是夫子来作证。这孩子怎么感觉有些邪性？对，臣妇也是担心郡主，想着能早点替郡主平息谣言。可我并没有相熟之人。至于夫子，我只是偷听他授课，他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欢儿，人怎么可能没有相熟之人呢？这么多年，你难道都是独自生活，没有靠人？阿奶把我养到7岁便去世了。那他的孩子或者街坊邻居，定然都与郡主相熟，只要找到他们，就能证明郡主的清白。常夫人为何执着于让本郡主自证清白？郡主，您看似处处为我着想，实则一直都在逼我自证。若那些所谓的相熟之人也同样污蔑我，那我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？你到底是想帮我，还是想害我？郡主，臣妇绝无害您之心。阿欢，你可能误会他了。这常氏在京中可是有名的大善人，她又是你的舅娘，她如何害你呀？起来吧。皇爷爷，是孙女说话不周了。无妨无妨。既然常夫人是善人，不如让她把那些造谣的人都抓起来，好好审问，还孙女一个清白。好，常氏，你可愿意？臣妇愿意。皇爷爷，孙女不忍心让常夫人过度劳累，可是我父王又伤重，您可不可以派人帮帮常夫人？这孩子当真只有10岁。好，吴起，派2个人跟着常氏一起寻找，朕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凭空污蔑我的孙女。皇上，追查造谣之事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，臣妾倒是觉得，不如让阿欢先回王府，这样至少告诉众人，我们皇室没有惩治阿欢。不成，梅老头说了，阿欢现在身体不宜受到任何颠簸，出了什么问题，谁陪本王的女儿？啊，就是，谁陪朕一个孙女啊？外面那些闲言碎语不理也罢。皇爷爷，那孙女先去休息了。快去。既然如此，臣妾告退。臣妾告退。臣妇告退。这软榻之上怎么有父王的气味？啊？这软榻之上怎么可能会有本王的气味啊？这还是人的鼻子吗？怎么这么灵啊？皇祖母，娘娘，母后，快快快！皇祖母，是不是石欢气到您了？母后，您没事吧？您连个孩子都哄不好，你让本宫说你什么？皇上今日对那孩子的态度，你可是瞧见了。常家来日如何向他交差？母后，儿臣又不是没有去哄，是那个孩子，他一心都在秦王府，而且今天他回审的是我娘家，母后反过来还怪我。倘若如
当日把人给哄回来，本宫又何苦出此下策，害得常家被逼到此番田地？皇祖母，有些人是喂不熟的。他视东宫为洪水猛兽，即使他回到了东宫，也不会真心为东宫打算，还不如一开始就灭了他。都起来吧。事已至此，谣言的事不给皇上一个交代，常家都难保。造谣之人因愧疚而服毒自尽，算不算一个交代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去做，记得为我扫干净。好，夕颜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好好陪陪皇祖母。皇祖母喜欢你，只要一见到你，心情就会变好的。是啊，本宫只要看到这像花儿一样的孙女，心情自然就好了。皇祖母，您取笑我。皇祖母哪有？我这花一样的孙女真好看。夕颜那么单纯善良，自然要被所有人捧着爱着。至于宋时欢这个巫，必须尽早抹除。什么？郡主，散播谣言的那几个人啊，被侍卫们找到时就已经没气儿了。检查之后，发现他们都是服毒自尽的。那常夫人呢？常夫人听到消息，受了惊吓，竟然发起了高烧。受了惊吓，就寝。皇上的意思是，秦王府是不是备份礼去常府啊？多谢公公提醒。父王，嬷嬷前几日教过我，要知礼数。常夫人也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才受到惊吓的，我们该备些礼去常府。行吧，那我去准备一下，你好好学习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，恕卿体冷。郡主，皇孙殿下来了。阿欢看起来有些惊慌啊。上辈子宋妍真把人成功玩弄于股掌之时，就会有这种眼神。看来下手杀人的不是常家，是宋妍真。皇孙殿下来我这里做甚？当然怕你闷得慌，我今日前来是特地给你带了东西。听闻你才学浅薄，最近一直在用功。这里是一些夕颜的诗句和画作，你且看看。宋时欢，看清你和夕颜的差距了。与他相比，你就是一滩烂泥。我一定好好学习。嬷嬷，还不快给皇孙殿下泡茶？郡主，要泡什么茶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上好的绿茶喽。你这茶我就不喝了，趁你现在还有时间，自己多喝2口吧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也该给你们回个礼。阿欢，回来了。我刚听说宋妍真来了，她没欺负你吧？阿欢，父王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差劲？当然没有，阿欢在父王心里是最棒的。那皇爷爷呢？我也要问皇爷爷。好，我这就去问他。不用了。阿欢在皇爷爷心里是最棒的，一点也不差劲儿。可是我不会画画，也不会做诗。我知道皇孙殿下是好心才送来这些，但是我看着就心里难受。这是谁送来的？皇孙殿下送来了一箱福月郡主的诗词和画作，说我们小主子学识浅薄，该向他妹妹好好学习。宋妍真就是故意的。父王，皇孙殿下也是好心，是我没有夕颜那样的天赋。没有，
不难受啊。那个啊，夕颜他就是比你早学了几天啊，这有什么天赋可言呢？啊，皇爷爷是在哄孙女，孙女不信。不是，吴起，你现在把太子妃和夕颜马上叫到这儿来，让夕颜好好讲讲他这几年是怎么勤能补拙的。是。父皇，夕颜本就是极有天赋的，不是勤能补拙。他每天怎么不是？朕可是听你跟太子说，夕颜每日早晨都得起来练习，这就叫笨鸟先飞嘛！啊，是不是阿欢？皇爷爷说的对。娘娘饶了我吧，娘娘。夕颜，救命啊！郡主！皇爷爷凭什么说本郡主笨鸟先飞？阿春，你说本郡主笨吗？是整个北齐最聪慧的女子。胡说！皇爷爷都不觉得本郡主聪明，你却这样觉得，没有，岂不是违逆皇爷爷的意思？没有，不是的。违逆圣意。来人，把他处置了。皇孙殿下，不要啊！奴婢知道错了，不要啊！求求你饶了奴婢，饶了奴婢！哥哥，现在那个野丫头肯定得意极了，指不定在背后怎么笑话我。是大哥不好，被他反将一军。没想到，是我小看他了。大哥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那是自然，从小到大，大哥什么事情没应过您。明日他就要回秦王府了，那里可不比宫里，我们下手的机会多的是。我就知道大哥对我最好了。母妃刚怀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求福源大师为你拼命。福源大师说，母妃这胎会带领东宫一脉繁荣昌盛。大哥这番话我都听了无数遍了。不管你听过再多遍，大哥也要说。大师还说呀，我们曾亏欠过母妃肚子里的孩子，千百年一轮回，我们才等到赎罪的机会。你既是东宫的福星，又承载着东宫的亏欠，我们不待你好，待谁好呀？要是大师还在世就好了，我一定亲自去拜访。皇上到。怎么？没事儿。这老头怎么对我态度这么温和？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阿怀呀，皇爷爷听说你要回府了，特地过来看看你。不知道这本《史记》你读的怎么样了？回皇爷爷，兄弟已经看完一大半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不愧是我的孙女。那皇爷爷要是问你书里的一个内容，你若能答上来，皇爷爷再给你一个心愿，你觉得如何呀？好，皇爷爷尽管考教便是。好。仁者爱万物，而智者备祸于未形，是什么意思呀？回皇爷爷，这句话出自《赵世家》，讲的是治理国家的道理。所谓仁者爱万物，过目不忘，触类旁通。我这个乖孙女竟然有这样的天赋。唉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我的好孙女儿，你可太厉害了！等这本《史记》你看完以后，若还想看别的什么书，记得跟皇爷爷提啊。皇爷爷不必多担心，王府里都是书房，我在书房里读就行了。就算是我有看不懂的地方，我父王能教我。他？那个阿欢啊，你皇爷刚才应了你的事情，你赶紧谢人呐。回府后一定要给阿欢寻个夫子，
读了大半个月的书，可把老子给难受坏了。多谢皇爷爷。那这个愿望我现在能提吗？君无戏言呐，现在提。秦王府到处都是细作，漏得跟筛子一样。若不趁机要2个可靠的婢女，回去睡觉都不安。那我要2个天生婢女，一个最好会武术，另一个开药方。啊？为何2个婢女，一个要会武术，一个会开药方呢？会武术的那个可以带我习武，会开药方的可以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好，准。阿欢，今后本王给你请个夫子如何？你可以每日跟着夫子学上几个时辰，再练练武。好呀。但是我要跟你说好了啊，以后夫子给你上课的时候，我可不能陪你。知道了。父王，阿欢能要个状元当夫子吗？奇怪，我明明想阿欢答应，可阿欢答应的如此爽快，我这心里又怎么哪都不舒坦？还状元夫子，他能有我讲的明白？好，父王，我先进屋了。父王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郡主，你们一个叫迎春，一个叫鲍夏，可好？多谢郡主赐名。这王府里的主子少，规矩也少，只有一条，你2人要谨记，本郡主身边不留2心之人。是。郡主，怎么，父王又出府了？正如您所料，方才王爷便急匆匆地出了府，瞧着应当是听曲儿去了。父王想去便去吧，书上说做事要循序渐进，不可贪多求快。父王待我已经够好了，我不能一味的要求他，也要适当的欲擒故纵。阿欢今日心情如何呀？回王爷，郡主今天心情很好，早早就歇下了。啊，歇下了？那他睡前也没有提到本王？那倒是提到了。哈哈哈哈！郡主让老奴提醒王爷，尽快给他寻个夫子。啊？怎么回事？阿欢他怎么不粘着我了？父王，阿欢要的那个夫子，您请来了吗？还没有呢，父王要出府逛一逛，可能要很晚回来哦。哦，那好吧，父王要注意一下后背的伤。知道了。没道理呀！再来嘛，再喝一杯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跟丢了魂魄一样？这媚儿姑娘还没过来呢，这魂魄就没了？滚蛋！你说你爹沈明文那老头，那怎么说也是肱骨之臣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成器的玩意儿？啊，连书都不看。不是，王爷，你看看你自己那样的，自己都这样，凭啥说我呀？王爷要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妨说出来，让奴家们帮着出出主意啊。你们能出什么主意啊？王爷可莫要小瞧奴家，女儿家心细，说不定能想得更周全呢。女儿家？对啊，哎，本王问你们啊，如果你们有一个女儿，本来很黏着你，但是她突然不黏你了，为什么呀？王爷，您说的莫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安郡主？谁能帮本王解决问题？这块玉佩
就是谁的。是不是王爷惹郡主生气了，或者是郡主自己不想太过黏着王爷？是啊是啊，小姑娘肯定是想要有人陪的。哼，奴家觉得郡主只是表面上不黏着王爷，其实心里偷偷难受着呢。对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靠谱。来，这块玉佩，赏你了。谢王爷。你看，你看，真漂亮。对呀。哎，你别走啊！等下媚儿姑娘要跳舞，你不要去看一下吗？不看了，本王要回府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现在这个时间走了，我回去肯定要被我爹抓个正着，你就再晚一点嘛。你看我做事奇奇怪怪的。说到你爹，我还真有个事儿找你帮忙。啊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听到王爷说的话了吗？他竟然让我去请教我爹，再去王府把这破书给他讲明白。少爷，要不咱再考虑考虑？毕竟王爷给的实在太多了啊！我去啊！郡主，药熬好了。梅太医说，再过几日您可以适当起床走走，免得生褥疮。正好，整日不是趴在床上，就是坐在软椅上，腰都有些酸了。迎春，扶我起来。怎么了？可是这药有问题。郡主，这屋子里的熏香味道太重，奴婢拿出去闻闻。隔墙有耳，就在这屋子里闻。嬷嬷，把门窗打开，通通风。哎，郡主，这药确实有问题，里面多了一味迷醉草，是致幻的。致幻？服了此药之后会神志不清，言谈举止如同疯子一般。曾经有人误服此药，便当众脱光了衣服。想把本郡主变成疯子，好，很好。阿欢，本王我回来了。奇怪，我走之前这府里的气氛不是这样的。算了，不想了。哎呀，阿欢，还好赶上你吃药之前回来了。你看，本王特意去南街给你买的蜜饯，来，舔舔嘴，好吃吗？父王不是说要很晚才会回来吗？本王这不是放心不下你吗？就赶紧回来了。以后本王单日出府，双日就留在家里陪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了！果然啊，阿欢刚才那么不开心，都是因为我没有在他身边陪着。阿欢，我决定现在就出府，告诉我那帮狐朋狗友，以后啊，我要整日留在家里陪阿欢，再也不跟他们胡玩了。那日我在殿上选他做父亲，只是为了自保，没想到他竟会待我这样好。郡主，要不要让王爷把这件事告诉皇上，让皇上来查明真相？不了，我父王这炮仗脾气，估计还没查明真相就出乱子，吃亏的反而是他。那郡主打算怎么做？如今我们势单力薄，如果我们只是自己查的话，一开始就会打草惊蛇。谁说要查了？可是郡主，这件事如果不彻查的话，彻查是没用的，尝试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倒不如把棋盘推翻，由我自己来布置棋局。
郡主，您走慢些，湖边的花都开了，老奴扶您瞧瞧。好。娘，好冷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凉。郡主，今天的太阳好，照的湖面也暖洋洋的，所以呀，郡主才不会感觉凉。前世我被推入湖中时，那湖里的水却是透彻心扉的凉。新的棋局要开始了。郡主，来人呐！郡主，来人啊！要疑起效，立刻告知东宫。阿欢，王爷，你可来了！郡主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病得很严重？我去看看。王爷且慢。迎春替郡主诊过脉了，说她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便无大碍。真的吗？不行，本王还是不放心。这样，我现在进宫去找梅之礼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啊！王爷，郡主醒来后便在屋内发了疯，若是请了梅太医，那郡主的名声可就……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意什么名声？给本王起开！王爷，郡主无碍，不信王爷可进去瞧瞧。阿欢，阿欢，阿欢，你怎么样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父王，你不是疯？阿欢，你真没事？父王，我没事。父王，你可愿陪阿欢演一场戏？演戏？嗯。难道你今天失足落水都是在演戏？这王府里的奴才太多了，我不喜欢那么多人，我想个法子把他们都赶出去。你要是真不喜欢他们，那你直接跟父王说，父王把他们赶走就好了。你干嘛要这么冒险呢？唉，若是直接下令，那旁人岂非觉得咱们秦王府无礼？那可不行。阿欢，你真的就这么不喜欢那些奴才？荣禀王爷，您不在王府的这些时日里，奴婢就是进郡主的房间里插些花都难，给的吃食也过于简单。甚至有些时候，他们还会欺负郡主呢。岂能有这种事？真的有的。阿欢，你怎么想？这个嘛，父王，我们就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懂吗？这真的能行吗？父王相信我，一定能行。王爷，你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怎么还心事重重的？哎呀，能出来就不错了。本王想着呀，把府里的下人都给清了。王爷，您终于想通了。若非您府上有人通风报信，沈公子也不会次次回家都挨板子。是，正是。哎，真苦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王爷是怎么想通的？阿欢不喜欢呗，就把他们都给清了。就因为他不喜欢吗？阿欢不喜欢还不够吗？王爷，让开！王爷，我3天都来这儿8趟，你一直在门口这么拦着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王爷恕罪，不是老奴想干什么，实在是郡主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和您见面。你上次不是说郡主并无大碍吗？为什么不能见？如果郡主真的有事，我现在去宫里找梅之琳。不用，王爷，郡主她真的无大碍，只是她现在不太想见人。不太想见人？我看她是不太想见我吧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本王从今往后再也不来了。没想到父王演技也不赖，都能这样画本子了。郡主，
郡主，现在府里的下人对咱们院越来越不上心了。昨天中午送来的午膳竟然是凉的。就是，前日奴婢走在路上，还有个不长眼的想往奴婢身上撞，结果被奴婢一脚踢飞了。踢得好！如今这样的旗面，不正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吗？唉，既然府里的人都以为父王对我失去了耐心，开始把捧高踩低这一套用我身上了，那也就说明对方落子的时候到了。郡主，那你觉得咱们的对手会怎么落子啊？其他人会认为父王对我失去了耐心，但下毒之人会认为我因中毒不敢见父王。他既然费尽心思拿来禁药，又怎能忍不住来看一下自己的得意之作呢？陛下，最近几日多在王府门口转一转，多半会来贵府。是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身体如何了？多谢皇上关心，臣妾已经好多了。当年刀会送与婚约之事，朕派人去查，也没查到有指向皇后的证据。也许是那混账误会了皇后，也说不定。没事儿，多出去晒晒太阳，毕竟我们都老了。皇上才不老呢，皇上是要万岁万万岁的。皇后今日来，可有事儿啊？是有件事。昨日太子妃来到坤宁宫，说是想要带着夕颜去他们秦王府一趟。秦王府干什么？去看阿欢。臣妾想着带着大嫂一块儿去，她在徐家也一直念叨着这孩子呢。大嫂，元后还在的时候，跟她关系最好。既如此，便去吧。谢皇上。瞧瞧，抱下姑娘的脖子都快伸出3里地了。知道的是等王爷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等情郎呢。住嘴！抱下姑娘，王爷不愿意来郡主房间，你一直等也没什么用，不如陪我们玩玩。终于来了！求太子妃娘娘，救救我家郡主！秦王府的下人奴大欺主，我家郡主被欺负的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求太子妃娘娘做主。今日我特地求皇祖母请了徐家人，是为了揭穿宋时欢中毒后的疯癫模样，不是来替宋时欢撑腰做主的。发生了何事？谁敢欺负我老婆子的侄孙女？您看看属下就知道了。好啊，秦王府奴大欺主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太子妃娘娘，皇孙殿下，救命啊！你们郡主呢？郡主病了。病了就好。太子妃娘娘，请您为我做主。好孩子，怎么了？怎么瘦成这样？脸白得像纸一样啊！您是？我是你舅祖母啊！舅祖母，这满府的奴才都欺负我，竟然还把徐老夫人请来了。那我这次就让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做啊！简直是胡闹！看我们阿欢年幼，趁王爷出府不在，就欺负我们阿欢。舅祖母，今天您若是没来，我只怕要被这些奴才折磨死了。不会的啊，不会的。姐姐，方才那些奴才说你病了，我瞧你这样子也没病，难道你是故意装病骗他们的吗？皇爷爷可说过，他最讨厌撒谎的人了。大哥明明告诉我宋时欢服用了毒药，如今定是疯疯癫癫不敢见人，可现在为何扑了个空？我怎么会装病？难道在妹妹眼里，
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若非如此，姐姐为何这么长时间对大伯避而不见？夕颜，夕颜，你怎么对本王府上的事情了解的这么清楚啊？方才发生什么事了？王爷，老身托大说您几句，您出府潇洒自在，把郡主留在府上，被这些刁奴把郡主欺负的不成样子。若不是老身今日遇见太子妃，还不知郡主要受多少委屈。啊！你们这帮狗奴才，竟然敢欺负阿欢！跪下！方才夕颜说阿欢对本王避而不见，难道你在我的府上安眼线了？啊？我只有随口一提。看来妹妹也不明真相，却宁愿相信那些刁奴，也不愿相信我。果然妹妹不喜欢我。你明明就是故意想……大伯，舅祖母，夕颜有些失职，莫要见怪。好了，那就由太子妃做主吧。看来我这位舅祖母也是个聪明人，不让父王来处理，反而是请太子妃做主，这样就能彻底把我和父王摘干净。将这些人打20大板，发卖外省。不要啊！太子妃娘娘，娘娘，救命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娘娘！环儿，过几日我让内府再送几个机灵的奴才来。不必了，这府里就这几个人，用不着那么多奴才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不收奴才，东宫如何安插眼线监？就按阿欢的意思吧。这孩子在外面苦惯了，蒙地人多，怕生。可是这事老身会向皇上说清楚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算了。夕颜、颜征，我们走。娘娘，人的10根手指虽有长有短，若是断了一根，那可就是钻心的疼了。断了这一根，我绝不心疼。阿欢，舅祖母也要走了，记得平日里好好吃饭，记得照顾好自己啊。好，舅祖母慢走。哎，走了啊。去送一下徐老夫人。父王，最近几日您去牙婆子那儿再选几个小厮吧，在您出府的时候，就让他们跟在您身后，好保护您。好啊，那父王选些什么样的呢？要我说呀，就挑几个机灵好看的，身子骨也要强壮，迎春看得出来谁的身子骨强壮。这个找个强壮的是应该的，脑袋机灵的也对。为什么要找个好看的呢？花本子里的男角都好好看，我也想要。来人呐！赶紧把府上的画本子都给本王烧了！啊，那可都是您的珍藏啊，都烧了。废话，快去！等一下，还有一些你不知道在哪儿，我也去烧，现在烧！好。郡主，宫里的吴总管来了。吴公公，您怎么签字来了？难不成父王又闯祸了？奴才奉皇上之命来给郡主送些赏赐。皇上说郡主受委屈了，特意开了私库，给郡主挑了些东西。郡主瞧瞧，可还喜欢？皇爷爷这怕是把私库里女儿家能用的都搬来亲王府了吧？吴公公，劳烦您替我谢谢皇爷爷，这些东西我都特别喜欢。好，吴公公给，这是我的回礼。郡主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怎么就使不得呀？这是收养我的阿嬷亲手给我编的，我从小就带着，说能保我平安。如今有皇爷爷保我平安，这个就当做是我的回礼了。
吴公公莫嫌弃，我除了这条红绳，也没别的东西能回送给皇爷爷了。天爷爷，我在皇上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得了赏赐，想着给皇上回礼呢。奴才一定把郡主的心意带给皇上。多谢公公，公公一路劳累了。抱下，快把你那一套捏肩手法给公公试试。不用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来，公公。怎么样，公公？抱下捏得舒服吧？舒服，舒服。多谢郡主，以后秦王府再有赏赐，奴才一定亲自来送。郡主，奴才告辞。郡主，皇上这是在给您撑腰呢。皇上都说您受委屈了，看谁还敢说您的不是？对呀，皇爷爷在给我撑腰呢。当然，也大有可能是在给东宫警示。只是东宫能否领悟到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郡主息怒，小心伤到自己。皇爷爷管我，给我发女戒也就罢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来管我？来人，把我的鞭子拿来！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既然可以了，再气下去就要伤到身子了。宋时欢那个野丫头总是踩在我的头上，我怎能不气？放心，今天的事情我已经告诉皇祖母了，她肯定会想办法除掉那个孽障。朕小的时候，村里也有这种说法，村里老人会给刚出生的孩子编条红绳，系在手腕上，这样就能保孩子一世平安。朕当年的红绳早就不知掉在什么战场了，朕要替阿欢记着。朕保阿欢一世平安。日后福安郡主只怕就是皇孙辈里的第一人了。皇上，奴才去王府的时候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，多问了几嘴，才知道郡主的一句话，让王爷下令把王府所有的画本子都烧了。不错呀，我就说我这个混账儿子之前就缺一个娇娇女儿。母亲，传朕旨意，让梅之琳每隔3日便去秦王府给阿欢把脉，朕要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女儿。遵命。太医院的院正亲自出宫去给郡主看诊，这可是帝王前所未有的宠爱呀。还有，吴起给秦王府多加些护卫，朕的孙女可不能让那些阿猫阿狗欺负。是。郡主总算是长些肉了，还是得多吃些，这样才好看。迎春，再吃下去的话，你家郡主就要胖成球了。才不是呢！假以时日，我们郡主定是大齐最美的女子。郡主，前几日订的襦裙到了，一会儿你来瞧瞧。哦，那今儿就泡到这里吧。嬷嬷，嬷嬷，可是发生了何事？郡主，能让老奴再仔细的看看您吗？老奴最近看您越长越像袁后，郡主的眉眼生得与袁后极为相似，比王爷生的还像。我怎么会跟袁后长得像呢？像极了。郡主的柳眉凤眼还有嘴巴，简直跟袁后一模一样。可是我不是父王亲生的孩子，又怎么会跟他娘长得像呢？前世从没人告诉过我，我生得和袁后相似。皇后娘娘，
是元后的嫡亲妹妹，所以郡主的身上也流着元后的血。那如今还记得元后年年长相的人，能有几人？有皇上、皇后娘娘、梅太医，还有徐老夫人。元后在王爷不到2岁的时候就去了，所以王爷并不记得。梅太医，怪不得这几日把脉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还总是有意无意的盯着我看。原来如此。上一世我在死前被太子下令还花了脸，难道就是因为有人认出了我生得像元后？这世间事竟然如此阴差阳错。父王是元后所出，纵使终日纨绔，却胜券极浓。那长相更似元后的我呢？皇后、太子、太子妃、宋延征、宋希言，这一世我得尽天时地利人和，从一开始就赢了你们半子。嬷嬷，这件事我们且装作不知。既然梅太医看出来了，那他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禀告给皇爷爷。得先看看皇爷爷的反应。皇后娘娘，这梅妃与惠妃是怎么了？你们退下。是。娇儿，来。还不是因为皇上把那野丫头当宝贝，冷落了其他郡主，这当娘的哪受得了？上次若非是徐家在，说不定这降罪的旨意都落到东宫了。去。把本宫新得的首饰赏给侄媳。奴家不过是徐家的一个妾室，怎敢受侄媳之称，更怎敢受如此恩典？来，你既得主家宠爱，即是更重的恩典，你也受的。这徐老夫人顾念亲情，无职可摘，但权位之争注定是你死我活。侄媳呀，本宫和东宫如今能依仗的只有徐家了。臣妾明白。娘娘不要生气，伤了身子就不好了。皇上敢发西颜女戒，说明根本就没把东宫放在眼里。宋玉说什么，皇上就信什么。娘娘的意思是？臣迟，这宋时欢没有出现之前，皇上可不曾这样。娘娘的意思是让奴才除掉福安郡主。不急，本宫方才已经暗示到那种程度了。林娇儿她应当听明白了，那就先让她去试试吧。谢安，皇祖母那边有消息了。皇祖母准备动手了吗？什么时候让宋时欢死？谢安，皇祖母刚才跟我说，让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，先让徐家做出头鸟。徐家，咱们上次的事不就是被徐老夫人搞砸的吗？徐老夫人代表不了整个徐家。方才我跟皇祖母聊了一下，徐家很快就会有人给宋时欢点颜色看看，帮你出气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今日终于能出来转转了，我还没好好看过京城是什么样子呢。郡主，王爷说了，今天咱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就算是看中铺子也买。郡主，郡主，怎么回事？郡主，是徐家大爷的宠妾。既然是表舅的宠妾，那我们让一让便是了。放肆！什么人敢冲撞徐家？还不快滚出来给姑奶奶赔罪！郡主小心！郡主小心！抱下，快把
徐家，我竟不知徐家还有你这样的主子。哎，呀，外面有人在吵架。放开我！放开！王爷，是咱们郡主阿欢。谁呀？别抓我！抓你怎么了？谁让你要睡我的？真的是阿欢。糟了，郡主被欺负了，就是那个您徐家表兄最为得宠的妾室，平时作威作福惯了。一个小小的妾室也敢欺负阿欢，当本王死了吗？王爷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帮我？我可是户部尚书徐大人的宠妾！撒开！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去你祖宗的！这是本王家的郡主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家老爷不会放过你的！话都说不清，来人，把他嘴给堵上，别让他满嘴喷粪！我家老爷！王爷，属下奉皇上之命带走林娇儿。皇上要把他带哪去啊？诏狱。这还差不多。去吧，带走。是。走。父王，哎呦，阿欢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父王，一会儿徐家表舅若是来了，你就拉着他去皇爷面前评理，说那个女子要毁我容貌。徐家和常家是东宫最有力的臂柱，如今既然徐家入局，那我就帮父王先斩了这只手。混账！你是贱人，饶命！不可，不可呀，皇上！臣回去一定多加管束，不会再让他踏出徐府半步，只求皇上饶他一命啊！父皇，那贱人的簪子是直直朝着阿欢的脸刺去的，若不是抱下挡住阿欢，阿欢的面容就毁了。什么？徐静若，是不是朕太优待你徐家了？皇上，皇上，臣身不皇恩，臣万死不敢啊！皇上，你现在亲自给我去诏狱，亲手杖毙那个奸人。倘我月亮升起之时，那奸人还苟活于世，朕便革去你这狗官，让你徐家全部滚出京城！皇上，滚！滚！臣遵旨。徐家就这么完了？阿欢他没事吧？还好，我仔细查过了，毫发无伤。那就好。不过这阿欢第一次出府就遭受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可肯定受到惊吓了。去朕的私库，给阿欢挑些喜欢的东西，记住，挑贵的拿。好嘞。本王啊，不会挑女儿家的东西。既然父皇说要挑最贵的，那我索性啊，把这3箱都给搬回来了。哇，奴婢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珠宝。阿欢，这3箱珠宝都是你的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不行啊，咱扔到河里听个响。好好的珠宝怎么就能丢河里听个响呢？要我说呀，这些珠宝就该花在最有用的地方。最有用的地方哪儿啊？救灾。父王可以入宫告诉皇爷爷，这些赏赐我们愿意拿出来设立粥棚，救济灾民。可是，父王，当年阿欢若是遇到设立粥棚的好人，就不会吃不饱饭了。阿欢良善，本王啊，这就进宫。救济灾民之心不假，站在皇爷爷面前耍好衣裳也不假。但君子论迹不论心，只要能救助灾民，我和父王就是天下1等1的好人。玉儿，你怎么把朕赏赐你的东西
又拿回来了，难道是阿欢不喜欢？父皇啊，不是阿欢不喜欢，是阿欢想用这些珠宝啊去搭设粥棚，救济灾民。救灾？难得这阿欢小小年纪，竟然能想到这件事儿。阿欢说呀，他之所以想救济灾民，就想让全天下的百姓不吃他曾经吃过的苦。不愧是朕的孙女儿，像我。父皇，这3箱珠宝就交给您了，您赶紧安排人给我换成2米，让我秦王府能够施粥救民。难得你这个混小子知道大方一回了。若是能让像阿欢一样的孩子都能吃饱饭，就算让我捐出全部的家财，我也不会犹豫半分。没想到朕的4个儿子里，竟只有眼前这个不成器的长子有一颗慷慨济世的心。为君者是要能把百姓放在心里。吴起，在。传朕旨意，按箱中珠宝10倍价值，给秦王换取2米。遵旨。或许这大齐的主君有更好的人选。啊！我帮秦王府在外面建立粮仓，设立粥棚。是的，秦王府救济灾民用的都是肉粥。如今外面人人都说秦王才是真正的贤王，比太子殿下强多了。秦王那个纨绔也敢称贤王，还敢把他的名声在他姑的头上。小人话多了，求太子殿下恕罪。父王，秦王受宠，已经威胁到了东宫，不能再留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杀了秦王？夫君，不可。如今父皇还在位，若是知道你骨肉相残，他定是会废了你。直接杀了秦王当然不行，但是若让他自己自作自受，不仅惹恼皇爷爷，还失掉天下人心。你是说，在他给灾民的肉粥里动手脚？只要我们做的足够隐秘，就一定能够把秦王彻底打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好啊，就这么办吧。来，多谢，谢谢。来，下一位。太好了，这谢谢，谢谢秦王殿下，秦王殿下真是大好人啊！下一位。多谢。是啊，说的没错，没错。哎，都有啊，都有。哎呀，阿欢，看到了吧？现在外面的百姓都在说本王是贤王。阿欢不仅听到了，还看到了呢。只怕过不了多久，父王的名声也许会比东宫还好呢。哎，都别喝这粥了，王五喝了这粥死了。什么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都在这喝了好几天了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啊，千真万确呀！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粥有毒，秦王想害死我们！叫秦王出来！秦王出来！给我一个交代！要害我们！他草菅人命，不配做大齐的王爷！对，出来给我们个解释！阿欢，你先回去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父王，这事情实在蹊跷，您要立刻派人进宫请梅太医来查验这个肉粥。您自己千万要小心啊！阿欢放心，父王不会有事的。秦王施粥出了人命了！哎呀，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昨日梅太医去现场查验之后，已有了论断。那肉粥里的肉竟是掺有瘟病的马肉啊！吃了会死人的。皇上驾到，肃静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皇上，臣有奏，臣要弹劾秦王无德，竟在粥里掺杂有瘟病的马肉，戕害百姓。臣要弹奏秦王沽名钓誉，
为了名声不顾百姓性命，请陛下秉公惩处。朕就想问问你们，那掺有瘟病的马肉是如何掺进肉粥里面的？你们谁去查了？连事情的始末都不曾查清，就让朕处置？处置谁？处置你们这群尸位素餐的饭桶吗？皇上，臣认为，以秦王的心性，断然做不出故意在肉粥里掺杂带有瘟病的马肉之事。秦王有可能是被陷害的。哼，沈大人又没调查过此事，为何如此笃定？哼，怎么？难不成太子殿下调查过了？我之所以笃定，是因为秦王乃元后嫡子，心性正直善良，绝对做不出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。皇上，臣自请彻查此事。父皇，此事在宫外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百姓对大哥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整个皇家。若不查明真相，怕是会失了民心呐。太子有何良策呀？不如让大哥先去诏狱里待些时日，也让百姓们看到父皇您对他的态度。待到沈大人查明真相之后，自会还大哥一个清白。只要宋玉进了诏狱，想动点手脚取他性命，还不是简单至极？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。这沈明文怎么回事？处处护着宋玉，跟我作对。皇上，给臣7日时间，若到时臣未能查出真相，臣愿和秦王一起被关进诏狱，请皇上恩准。准。郡主，您千万不要着急，咱们王爷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整个东宫都在我眼前，不是文渊阁，不是锦绣宫，不是太华殿，不是这儿，不是这儿，也不是这儿，应该就是这3个地方。答案就在这3个地方。终于想明白了，就是这儿。哼哼，你们都骗不了我。还好上一世在东宫的记忆还没有消退，大事还可以挽回。郡主，沈夫子来了。沈夫子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郡主，我爹托我带句话给你，皇上已将彻查此案的差事交给他了，他一定会还王爷一个清白。多谢沈夫子、沈大人。沈夫子，我怀疑东宫内的这3个地方很可能有此案的线索，请沈大人重点去查。夫君，不好了！沈明文已经查到咱们调换马肉的证据了，现在正要去见皇上。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咱们之前不是在沈明文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吗？他刚才快马来报，说沈明文已经拿着证据到宫门口了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清平，你干什么？王管家在府中服侍本王20多年，从来没有犯过过错，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？毫无过错，他勾结东宫，下毒害主，这叫毫无过错。我爹已经查出来了，在肉粥里下毒想害您的人就是这个管家。你说什么？居然是你！在这府中这么多年，本王对你不薄吧？殿下对老奴极好，如家人一般。那你为什么要背叛本王，投靠东宫？因为我不想死。
因为殿下，你胸无大志，又不学无术，说难听点，你根本不可能善终。他日太子登基，你护不住郡主，也护不了王府，我自然不能认你为主。胡说什么？我乃皇上的嫡长子，阿欢又是太子的亲生女，就算有一天太子登基，他也不可能拿齐王府怎么样。可不可能？殿下自己知道，如今郡主越是出色，越是受人嫉妒，而殿下您无权无势，又不求上进，日后只能害得郡主受人折辱。秦王府也随之陪葬，我为自己谋一条生路，有什么错？不求上进，就会害得阿欢如此。来人！把这个叛主的奴才给我拖下去，杖毙！老奴先走一步，我会在下面等着您和郡主。殿下，我爹已带着东宫用温死的马肉投毒的证据，以快马加鞭赶报圣上。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？以后的路，为了阿欢，本王也要认真的走，绝不再做纨绔。宣太子一家进殿，给朕拿下！是。父皇恕罪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。住口！昨晚兄弟荼毒百姓，也管这叫一时糊涂？我看你是罪大恶极呀！皇爷爷，父亲毕竟是您的骨肉，是我和夕颜的父亲，求您看在我和夕颜还小的份上，对父王从轻发落吧。是啊，皇爷爷，夕颜求您了。骨肉情深，但你们是不是忘了，阿欢也是你们的家人？在，交给你处置，要杀要剐，朕绝不干涉。要做一国之君，必须有仁慈宽容之心。玉儿，他们屡次害你，你还会饶他们一命吗？想试探我？我被阿欢逼着看了那么多书，你当我是白看的？父皇，儿臣以为二弟一家虽有过错，但罪不至死啊。不如把他们关到黄觉寺，关个1年半载。黄觉寺。好，皇爷爷，皇爷不要！黄觉寺是关押罪人的地方，我和夕颜待在那里，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。你们活不下去，当初欢儿就活得下去吗？今天的下场就是因果有偿，咎由自取。给我拖下去！皇爷爷，上一世的仇怨，今日终于有了个了结。月儿，如今这朝堂之上还有很多蛀虫未清，你可有勇气担此重任，击浊扬清？定不负父皇众望。玉儿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朕好几日没看见她跟欢儿了。秦王殿下最近在调查赈灾贪官的事，听说呀，他连饭都顾不上吃，一时怕是没有时间来看您呐。玉儿自从有了这个女儿，变化可真是大呀。且看以后吧。父王，阿欢，父王，歇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生民之事，岂能歇息啊？阿欢，你记得吃东西啊。父王啊，要去上早朝了。好，记得吃饭啊。好。真是越来越努力用功了，真好。
所以你选他。宋时欢就是秦王的嫡长女，秦王就是我的父王。为了瓦欢，本王也要认真的走，绝不再做纨绔。